这次课讲大乘起信论。大乘起信论呢分6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归敬三宝，就是归敬礼佛法僧三宝。第二部分造论因缘，讲我为什么要写这部论。第三成立大乘法义，总体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观点。第四大乘法义之解释，是详细的讲大乘法义。第五修行信心分，讲修行信心的建立，还有修行的方法。第六劝修利益分，讲修行的利益，劝大家都要发心修行。咱们讲第四部分大乘法义之解释的第一部分，显示大乘法义的第一部分，一心二门。一心二门这一段啊，大概占起信论全书的一半，是起信论中最核心的部分。显示正义者，依一心法有2种门，云何为2？一者心真如门，二者心生灭门。显示大乘正确的义理，可以通过一心的2方面来说明。一心呢，就是众生心。众生心的哪2方面呢？一是心真入门，二是心生灭门。咱们画个图。众生心呢，可以从2个角度来关照：心真入门和心生灭门。心真入门是从理上、体性上、本质上观察；心生灭门是从事实上、表现上来观察。真如门大概讲的就是心性真如，生灭门大概讲的就是80。起信论强调，真如门和生灭门只是观察众生心的2个不同角度而已，你不能把真如从80当中抽出去，单独有一个真如，那个是不行的。用宋明理学的话说，就是没有无气之理，也没有无理之气，理气必须是结合在一起的。2门的区别只是我们观察角度的区别，并不是事物真正的区别。是2种门，皆各总摄一切法，此意云何？以是2门不相离故。心的这2种门各自都能含摄世间与出世间的一切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2方面互相包含。比如我说一个杯子，我说这个杯子是透明的，然后说这个杯子是玻璃的。我这2种说法呀，说的都是整个这一个杯子，只是观察的视角不同。真如门和生灭门就类似这种情况。下面开始讲心真如门。总标就是总体的说一下。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体，所谓心性不生不灭。什么是心的真如呢？就是一法界，界是界限体性的意思。法界就是法性法体，一法界就是法性真如。大总相，总相是相对于有生灭的别相而言的。真如通于一切法，所以叫总相；真如摄尽一切法，所以加一大字，叫做大总相。法门体就说真如是万法之本体。心性不生不灭，真如是无为法，所以无生无灭。下面把真如分成离言真如和依言真如2方面来讲。离言真如啊，就说真如是脱离语言的，你有语言就有分别，就不是真如。你要认识真如，不能通过语言，只能通过直观的体悟，所以说真如离言。依言真如呢，就说你要向大家介绍真如，必须依靠语言，这就是依言真如。咱们总结一下真如的含义。真如这个概念呢，从印度如来藏开始一直讲到现在。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你们是知道真如是什么意思的，但是越学越发现自己搞不明白这个词儿。原因就是这个词的含义很复杂，咱们东讲一下西讲一下，你们就乱了。现在呢，咱们总结一下，以后你们就不乱了。真如的含义啊，总的来说可以分成2方面。
存在离体和价值主体。存在离体的意思是它是万法的根本原因，是这个世界的规定性，比如法性、法界、大统相、法门体，这都是从离体的角度讲真如。最通常用的词儿呢就是法性。法性就是一切法最根本的性质，最根本的规定，一切法都要以它为根本原因才能产生。它就像是这个宇宙的总设计师一样，它是最说了算的那个，所以叫它根本原因。那这个根本原因、根本规定，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它规定万法应该是什么样呢？它的规定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，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没有自性的。一切法的自性就是没有自性，一切法的法性就是没有法性。可能我这么说呀，又把你说糊涂了。那法性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这个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法性了。你如果把法性理解成事物背后的支撑者，这个支撑者呀是真实不变的，它撑起了事物外部的各种属性，属性变来变去，但是这个支撑者自身永远不变。你如果这么理解法性，那法性就是没有的。但如果你把法性理解成一个道理，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人们所设想的事物背后的支撑者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道理，那这个法性就是有的。除了存在离体呢，真如还有价值主体的含义，就是说真如它是承载着价值的。价值与存在这俩是一对概念，存在讲的是有还是没有，如果有的话以什么方式有，价值讲的是这个东西重不重要。存在问题啊，一般只有哲学家才会讨论，而价值问题是每个人都会讨论的。比如说饮料和水哪个对你来说更有价值，钱这个东西对于人生到底有多大价值，这都是价值问题。真如从价值主体这个角度讲呢，也有很多词，比如法身、佛性、如来藏、自性、清净心，这些词所蕴含的意义啊，大概有5种。第一，它是佛，比如法身这个概念，佛是以法为身，法身不生不灭，恒常存在，使佛弟子可以永远信仰依止的对象。第二，真如远离一切杂染烦恼，是自性清净的。第三，真如具足一切智慧。第四，真如具足一切德相，在道德上是圆满的。第五，它是你成佛的根本原因，依着它才能成佛。这就是真如的含义。你可以对比朱熹的天理来理解。朱熹的天理啊，就既包含人类行为的道德法则，又包含自然事物的规律规则。道德法则其实就是一种价值，自然事物的规律呢，就是存在离体。朱熹的太极义理、老子的道、孔子的天命，这些概念都可以与真如对照着理解。真如就讲完了，如果你将来又晕了，那你可以把这段重新听一遍，多听几遍就记住了。继续讲真如。离言真如，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，若离妄念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一切现象只是因为心中的妄念才产生各种差别。如果远离一切妄念，正确认识心性真如，就不会产生实有种种境界的假象。就是说境界啊，都是心识变现的，自性都是空的。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毕竟平等，无有变异，不可破坏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。所以一切现象从其本体来说，都是脱离言说、概念以及思虑的。一切法本来是平等一位，没有变异的，不可破坏的，都是以心性真如为根本原因产生出来的。以一切言说假名无实，但随妄念不可得故，言真如者亦无有相。一切言语施设都是假名，没有实性，都是随妄念而产生，不能得到真实。而如果你要认识真如的话，真如是不能用语言相状来认识的，真如超越一切语言的施设。就说真如是真的，言语是假的，你不能用假的言语去寻找真实的真如，那是不行的。为言说之极，因言浅言。
真如这个词啊，是言说的极限，只是为了表达的方便而说，是阴言浅言而已。什么是阴言浅言呢？就是以一种名言排遣对另一种名言的执着。这种浅言的名言自身也是一种非实有的假名，所以自身最终也要被遣除。这个不太好理解，我举个例子。比如有人执着某个观念，别人告诉他你不要执着，别人告诉他的这句话你不要执着，就是阴言浅言。这话的目的就是让你把自己执着的观念放下，放下的同时呢，你不要执着这句话也要一起放下。你不能把之前那个观念放下了，然后又开始执着于不执着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此真如体无有可遣，以一切法悉皆真故。至于真如本身，则是实际存在而没有什么可以遣除的，因为一切染净诸法都是真如的表现。就说对于具体的观念，你可以执着或者放下，但是真如是一切观念现象背后的共性，你是没有办法执着或者放下的。就比如说，你可以选择吃橘子或者苹果，但你只能吃食物。橘子、苹果都是食物，世间的一切染净诸法本质上都是真如。亦无可立，以一切法皆通如故。也没有什么可以建立的，因为一切染净诸法与真如无二无别，所以也不可能在一切法之外去别立真如。比如你不可以在食物之外另找一个东西是食物。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，名为真如。应能知道一切现象就其本体而言不可言说不可思虑，所以叫做真如。问曰：若如是义者，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？有人问，如果是这样，一切法都以真如为本体，不可言说不可思虑，那么所有众生又怎样能随顺真如法性而证得真如呢？答曰：若知一切法虽说，无有能说可说，虽念亦无能念可念，是名随顺。若离于念，名为得入。回答说，如果认识到一切法虽有言说，而实际上是不能言说和不可言说的，虽有思考，实际上是不能思考和不可思考的，这就叫随顺。如果再进一步远离一切妄念，契合无念的真理，便能证得真如。就说你想用语言思想去把握真如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比如咱们已经讲了好多次真如了，可能大家还是找不到自己的心性真如在哪儿。你想真正证得真如，只能靠你自己体悟。这个等将来讲到禅宗的时候会特别强调这一点。先休息一下。